天意，楚风有他的决断，你就不要再劝了。就在这时，张明开口了。见张天意父亲开口，楚风则是双眼微眯，他已经看出来，张天意虽然极力挽留他留下，但他的父亲似乎并不想。可楚风也并不责怪，反而很是释然。毕竟不管张天意与他关系如何，可张天意的父亲总归是要为张天意考虑的。更何况这赛事结束，张天意的父亲本可以直接开启堡垒，让所有人直接出去，但他没有那样做，而是让众人原路返回，实际上也是在为楚风争取逃脱的机会。不管怎么说，楚风觉得张天意的父亲还是很不错的，虽然不该做的没做，但该做的也都做了。楚风、白眉仙人联合诸多高手，在这短短几日的时间，在我这堡垒之外布置了一层天罗地网。我知道你的戒灵之术很强，可白眉不管怎么说都是龙纹级黄袍戒灵师，他的手段你未必能破，不过拿着这个，你便可以无声无息的逃出白眉布置的阵法。张明将一道符纸递给了楚风，这不是寻常的符纸，蕴藏着强大的破解阵法，能无声无息破开大阵，让楚风逃出去。张天意父亲的结界之术果然很强，至少远在白眉仙人之上。多谢前辈。楚风并未拒绝，因为他觉得这符纸的确可以帮他，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张明说道。前辈的心意，晚辈明白。前辈，天意兄，我们就此告辞了。随后楚风便与严邪等人离开了此处。楚风，你快走吧，这里的关卡都被封锁了，我们自己便可以出去，可是你却不一样。此刻恐怕四族之人在紧紧地盯着各方位的出口，就等你出去了。你若与我们一同出去，肯定是要被抓的，不如自己快点出去，趁着那些人还未走光，跟着他们混出去。严邪说道。那诸位后会有期了。楚风抱拳说道。后会有期。严邪、大辣椒、大小萝卜皆是对着楚风抱了抱拳，随后楚风身形一转，便化作一道流光，快速地向出口飞掠而去。严邪说得很对，楚风要想出去，最好的办法就是混迹在大队人马之中，尤其是三府的人中。毕竟不管四族再如何嚣张跋扈，都是不敢难为三府的人的。堡垒之外，四族之人无论是明里的还是暗里的，皆是严阵以待，在四面八方皆以重兵紧盯着那个方出口。可是那出口却始终关闭，迟迟没有开启。目前为止，一个人都没有出来。而此刻，楚风已经回到出口的方位，只是他是隐藏着气息，将自己的身躯隐于虚空出来的，没人知道他已经出来了，但他却能够看到此刻的情景。虽然进入堡垒中心的只有20人，可是进入这堡垒的人却是数不胜数，而现在这些人都还在这里，这些人将是掩护楚风出去的最好助力。张前辈的确已是仁至义尽了。看着那仍然紧闭的大门以及那个方势力的人马，楚风知道是张天意的父亲故意没有开门，故意不放那些人出去，就是要留那些人给楚风做掩护。就在这时，那门开了，楚风刚刚抵达，那门便开启，这便更是验证了楚风的猜测是对的，一切都是张天意的父亲张明操纵的。大门开启，众人便向外涌出，而楚风则是混入了天道府的队伍之中。他如今已与天道府有所过节，虽然过节不深，但也算是过节，所以料想他人也不会想到楚风会混迹在天道府的队伍之中。果不其然，还真是封锁了此处。楚风以天眼观之，发现四族的确在堡垒之外，又布置了一层无形的结界，将此处封锁，并且还不只是封锁阵法这么简单，还有感应阵法。只要有人用结界之术产生波动，那感应阵法都能捕捉。传音符、联络符之类的是不能用了。虽然布置了重重阵法，但四族自然不可能将所有人都困在这里，所以他们在那阵法之上也留了多个出口，只是那出口处皆是重兵把守，不仅有武帝，还有戒灵师。看来四族是要逐个搜查，不给楚风任何逃脱的机会。三府的高手也来了不少，我就不信你四族敢当众搜天道府的人。楚风冷笑，四族再强也不敢对三府不敬，所以哪怕四族真的布下了天罗地网，可楚风也有逃出去的把握。救命！前辈救命啊！然而就在这时，楚风忽然听到了一声呼喊，那个呼喊是来自其他出口的，出口之间相隔甚远，并且此处人数太多，声音嘈杂无比。按理来说，有人这样说话，就算楚风也听不到，可是这个声音却是那样的特殊，是那样的熟悉，因为那是楚风自己的声音。救我！救我呀！楚风，你今日休想逃脱！在那声音传来的方向，一人快速逃窜，后面则是跟着数人追赶。后面的人一边追赶，还一边发动武技，那武技之凶残，是想要取那逃窜者的性命。大家快看，楚风！那人是楚风，是有人在追杀楚风。越来越多人注意到了这样一幕，而凡是注意到这一幕者，皆是一脸的吃惊，因为那位逃脱者正是楚风，只不过那是假的。虽然是假的，却假得很真，寻常人根本分辨不出来。莫说寻常人，怕是与楚风亲近之人，也少有人能够分辨。楚风，我看你哪里逃！而此刻，早就在四周守护的四族之人便快速出动，自四面八方将那个冒牌楚风给围困起来。此刻，南宫地族族长更是第一时间赶到，散发出强大的地威，将那冒牌楚风压制。随后，一只手提住那冒牌楚风的脖颈，咬牙切齿地说道：“楚风，你可做好了受死的觉悟？是南宫地族的族长，他真的要杀楚风？楚风这样一个天才，难道就要这样陨落了？”众人不知那楚风是假的，还都以为是真正的楚风被抓。眼见着楚风要死了，很多人都表示惋惜，好事阴险，竟找人来冒充我。此刻，楚风也是眉头紧皱，因为那位冒牌者伪装的实在是太好了，他怕百里悬空上当，尤其是现在四大地族布置了天罗地网，诸多阵法，楚风不敢使用特殊的联络手段去联络百里悬空，否则就会暴露自己。仔细想想，这应该是四大地族有意为之，他们早就计划好了，
就是要用这种手段引百里悬空上钩，然后再用百里悬空引楚风上钩。南宫北斗欲杀冒牌楚风，可却迟迟未曾动手，完全就是装腔作势。老祖就是老祖，看来老祖是不会现身了。四大地族，你们自己慢慢玩吧。楚风微微一笑，若是百里悬空上当，第一时间就出手了。但百里悬空迟迟未曾现身，他知道百里悬空是不会现身了。百里悬空不上当的话，四大地族费尽心思的这出戏便是白演了。不仅白演了，还浪费了不少人手，给楚风寻得了逃脱的机会。所以楚风准备趁着这个机会，运用张明送他的符纸，快速逃出去。而只要离开这里，避开四大地族布置的各种阵法，楚风就有很多种方法让百里悬空知道他已然安全撤离。那个时候，以百里悬空的手段，自然也可以安全撤离。南宫北斗，你若敢伤楚风一根汗毛，我便与你没完。然而就在这时，忽然一道怒喝响起，与此同时，一道地威也是散发开来，化作一把金剑，冲向了南宫北斗。听着这个呼喊，楚风顿时一惊，顺身观望，一道身影出现在了楚风的视线之中。红强前辈，看到这位，楚风更是身体一颤。那位出手的乃是红强，并且不是冒牌的，而是真正的红强。此刻的红强已不再是半地巅峰，而是一品武帝。看来他是成功突破了瓶颈，终于踏入了武帝境。可是只是这个修为的他，哪里是南宫北斗的对手？南宫北斗袖袍一甩，周遭的武力都为其所用，化作道金色的旋风，旋风席卷开来，红强所画的金剑便如一片枫叶一般，在风中旋转，最终支离破碎。随后，南宫北斗探手一抓，便将那红强抓入了手中。而红强落入南宫北斗手中之际，已是几乎丧失了战斗力。倒也不是他弱，只是南宫北斗实在太强。可恶，真是棋差一招。楚风此刻狠狠地拍了下自己的大腿，他是在恨自己没用。百里悬空没有中计，没想到红强却中计了。而楚风之前也没有想到红强会来，这是他疏忽了。以红强的心性，如果得知楚风有危险，一定会来的。他怎么就没有想到呢？可现在想这些也是没有任何用处。红强被抓，楚风绝对不能坐视不理，否则红强定将饱受折磨。楚风，你还不现身？难道你要眼睁睁看着你的这位前辈生不如死吗？果不其然，红强被抓，南宫北斗便大声呼喊起来：“南宫族长在说什么呢？楚风不就在他手中吗？”众人不解，直到南宫北斗放开手中的冒牌楚风，而那冒牌楚风身子一晃，便面容尽散，化作了一个浑身为黑色的人。这个人很是恶心，虽然是个人形，却宛如泥巴所塑一般，看不到鼻子，看不到嘴，只有一双没有瞳孔的眼睛，甚是恐怖。原来是假的，竟是百变泥人所化，原来是计谋。四大地族为抓楚风所布的计谋，想不到连百变泥人都请来了，围抓楚风。四大地族还真是费尽心思啊！看到那黑人，众人恍然大悟。而从众人的议论声中，楚风也得知了那所谓百变泥人的来头。百变泥人其实并不是人，乃是一个修治大成的天地奇物，他的实力与燕儿相差不多，都是一品武帝。只不过因为百变泥人这能够变化成任何人的能力，使得他在武之圣土非常的有名气。正因百变泥人的特殊能力，曾有很多人想找百变泥人为其做事，只是百变泥人来无影去无踪，没人能找到他，就算找到了也会被拒绝。如今四大地族竟然请来了百变泥人，人们便觉得四大地族定是大出血，花了重金。但楚风并不关心这个，他关心的是红强。楚风还不现身，原来你也是个贪生怕死的小人。南宫北斗一阵冷笑，随后看向红强说道：“我们第一次见面，可我知道你叫红强。当日楚风去仙人岛，就是你护着他去的，你还真是重情重义，明知道实力不够，却还来送死，这份情谊在下佩服。只是可惜，你虽重情重义，楚风却是贪生怕死。”南宫北斗此话意在挑拨离间，想当众毁掉楚风的名声，要杀便杀，要剐便剐。红强冷哼一声，随后便大喊：“楚风，不要出破！”红强被想警告楚风不要出去，可话还没有说完，便一大口鲜血吐了出来。是南宫北斗。南宫北斗以手为刃，穿透了红强的心脏。楚风，既然你这般薄情寡义，那我就成全你，让你看看你这位前辈是怎么生不如死的。南宫北斗冷笑间，自乾坤袋内取出一个玉瓶，玉瓶打开，黑气滚滚，自那黑气之中飘出数条如蚯蚓一般的小虫子。这虫子通体发黑，细长细长的，虽然很小，可却满身黑毛，很是瘆人。是黑毛毒虫，自心脏而入，通过血液贯穿全身，让人生不如死。有人认出了那虫子的来历，而南宫北斗此刻就要将那些虫子塞入红墙内被洞穿的心脏。可恶，楚风怎能坐视不理？此刻便要现身。楚风能走便走，这里交给我便可。我定然带着红墙安然离开。然而就在这时，一股磅礴的气息拔地而起，眨眼间便来到了南宫北斗近前。此人头戴斗笠，手握金笔，实力极强，竟将红墙自南宫北斗手中夺下，并且上来便压制南宫北斗。此人自然便是百里悬空，只是百里悬空如今的实力竟比当日在拜月云城更为强横。当然，他的强横依仗的乃是那杆朱砂笔。你终于现身了！见状，西门、北堂、东方三位族长皆是眼中寒芒闪烁，随后各自亮出半成地兵，向百里悬空围攻而去。好是厉害，竟以一己之力大战四族族长，这位便是楚风身后靠山吗？众人吃惊，百里悬空的确是凭借一己之力，便与四位族长战成一团，并且丝毫不落下风。楚风快走，我可保红墙安宁！百里悬空再度大喊一声：“走！”真的要走吗？楚风此刻眉头紧皱，百里悬空虽强，可他总觉得四大地族这么想杀他，绝对不只是派来了四位族长这么简单，你们谁都走不掉。果不其然，
自那地底深处，忽然传来一声威严十足的声音。刹那间，大地碎裂，土壤翻滚，数道金芒如导射的流星一般冲天起，一股汹涌的威势笼罩了这方天地。千军万马自地底掠出，个个身穿铠甲，全部都是4族之精锐。但最令人吃惊的，乃是4位年迈的老者，他们威压强横，气息要远在4大地族族长之上，乃是4位4品5帝。而这4人，自然便是4大地族的4位太上长老。连4族的太上长老都出山了，不是说他们的年龄已经万岁，竟然还活着吗？许多人为之惊叹。4大族长也就算了，连太上长老都出世了，这足以说明4大地族对楚风的重视。而此刻，在4位太上长老的压制下，百里玄空也是没有了再继续抖下去的本事，如红墙一样，已是受制于人。此刻，西门地族的太上长老双手摊开，如鹰爪一般，分别对准了红墙与百里玄空。而这一抓，虽然相隔数米，可百里玄空与红墙皆是发出一声惨叫。楚风，我不废话，限你3个数的时间，你要么现身，要么我拧掉2人的脑袋。西门长老狠狠地说道。因为西门飞雪惨败楚风手中，西门地族对楚风的恨意比南宫地族还要浓。住手！见此一幕，楚风自然不会坐视不理，拔空而起，来到了天界。楚风，真的是楚风！看到楚风，众人又是一惊，人们还真是没有想到，这种情况下，楚风竟然还敢现身。一人做事一人当，你4族该仇视的人是我楚风，有什么手段都冲我一个人来，放过他们！楚风开口说道。听得此话，许多人都是神情一变，更有甚者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但几乎所有人看向楚风的目光都涌现出了一抹敬佩。谁说楚风无情无义？谁说楚风贪生怕死？此刻的楚风明明是明知必死可，为了至亲仍是现身，这等情义当真是豪情万丈，乃是寻常人所远远不及。这楚风如此重情重义，定然不是4族所说那般卑鄙之人。这样的人死了着实可惜啊！是啊，只是可惜他一个小辈得罪了底蕴深厚的4族。此刻不少人都是感叹连连，替楚风感到惋惜。楚风的出现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可人们却也知道楚风的出现代表着必死无疑。楚风，你终于出现了！西门长老见到楚风，剑眉倒数，喜怒交加，没有过多的废话，大袖一挥，顿时虚空扭动，武力交错之下，数道金芒化作万千刀刃，向楚风飞砍而去。那武力刀刃的速度不是很快，这是有意要让所有人看到他是怎么杀楚风的，他就是要让楚风七零八落，死无全尸。而最无奈的是，面对如此慢的攻击，楚风却只能等死，因为西门族长早就用那强大的威压定住了楚风，楚风根本无法逃脱。然而就在那万千刀刃将要靠近楚风之际，楚风身前的空前忽然一阵扭曲，而那万千刀刃便宛如石沉大海一般，全部跌入楚风身前的空间，却未能伤到楚风。怎么回事？见此一幕，众人皆是神情一动，一群臭不要脸的老东西，你们这样的身份对付一个修武不足20年的小辈，不觉得丢人吗？然而就在此时，楚风身前的空间又是一阵扭曲，随后一道倩影自空间踏出，浮现在了众人眼前。此女身材妖娆，面容出众，可不仅有着一头雪发，更是杀气逼人，眉宇之间尽是杀意。雪发仙人，此刻莫说4大地族的太上长老，几乎在场的所有有身份有地位的强者都是眉头一动，他们都认出了此刻出现的正是10仙之一雪发仙人。雪发仙人，这位便是大名鼎鼎的雪发仙人。而听得强者的话后，许多不认识雪发仙人的小辈们也都是倍感吃惊，惊讶的张大了嘴巴，不由得认真的打量起雪发仙人来。毕竟雪发仙人的威名可远非白眉仙人可比，这是一个真正的强者，杀伐果断的强者，令无数势力忌惮的强者。只是他神出鬼没，很少有人见过他的真容，今日得以一见，自然要好好看看。只要记住这雪发仙人的容貌，日后也是有了与他人吹嘘的资本。雪发，我4族与你无冤无仇，你今日为何要阻我杀那楚风？西门长老问道。尽管怒意滔天，可面对雪发仙人，他还是收敛了自己的态度，表现得相对平稳。不是他胆子小，有失西门地族太上长老的风范，实在是雪发仙人凶名太盛，哪怕4大地族有抗衡雪发仙人的能力，却也不愿与雪发仙人为敌。为何？你竟问我为何？哈哈哈哈！雪发仙人一阵狂笑，笑得如狼哭鬼嚎一般，异常瘆人。听得这个笑声，许多人都是汗毛直立，不由得打起了寒战，因为这个笑声实在是太恐怖了。你们全都给我听好了，楚风乃我雪发仙人弟子，谁敢杀他，我便灭他全族。雪发仙人说此话的时候，一头雪发一阵狂魔乱舞，一股磅礴的杀意瞬息笼罩这方天地，所有人都是不寒而栗。什么？楚风竟是雪发仙人的弟子？听得此话，莫说4大地族，就连众位不明真相者都是惊得不轻。事实上，别说他们，就连楚风也是神色一变，心想我什么时候成了这个女魔头的弟子了？但是楚风又是一想，那都无所谓了，只要这个女魔头愿意帮我，就算做她弟子，那又何妨？雪发，楚风什么时候成了你的弟子？我可没有听说过这件事。北唐地族的太上长老问道。其实他是在试探，因为他真的不想与雪发仙人为敌。现在，雪发仙人说道：“你这真是胡言乱语，完全就是在为救这楚风而找借口。”西门长老气得不轻。雪发仙人不屑地一哼道：“我说他是他便是，只要谁敢动他，就是与我雪发过不去。雪发，我劝你做人最好留一线，莫要太过张狂。要知道我4大地族可不是任人欺辱之辈。”西门长老怒声喝道。雪发仙人毫不留情面，他也是懒得再好好说话，今日怕是要刀兵相向了。雪发仙人一阵大笑，随后掌心一翻，对着四方一挥，刹那间宛如鞭炮一般的炸响声一同响彻开来，
只是那并非鞭炮，而是人，并且全部都是四大地族的精锐。只是顷刻之间，四大地族便有近1000名精锐死在了雪发仙人的手中。那你们就来试试看，与我雪发为敌会是怎样的结局。杀人之后，雪发淡淡的笑了，那个样子不仅不为自己夺走近1000人的性命而感到忏悔，相反他感觉非常的兴奋，血水如雨水一般倾洒而下。这一幕或许很常见，可此刻人们却是毛骨悚然，毕竟那死的可都是四大地族的精锐，每一个都是半地强者。半地就算远不及5地稀少，可也不是什么人都能达到的境界。眼下近1000名半地瞬间皆死，人们怎能不惊？尤其是小辈们，当真是吓得不轻。他们算是见识到了什么叫做是人命如草芥，什么叫做杀人不眨眼了。雪发，你真是找死！眼见族人被杀，南宫长老此刻暴跳如雷，大袖甩动，道道武力宛如波浪一般，一重又一重的向雪发卷来。然而面对南宫长老的攻击，雪发竟连躲都不躲，就站在那里，任由那攻击不断轰击在其身上，不但毫发未损，就连衣衫都未曾破损半点。这样的攻击，连给我挠痒痒都不配。雪发轻蔑一笑，随后抬手一抓，一股无形的力量便向那南宫长老攻了过去。地龙印，虽然那攻击是无形，可是南宫长老却是面容大变，不敢贸然闪躲，只能拿出那四四方方的地龙印来做抵挡。地龙印一出，不仅金芒四射，更是发出一声龙啸。隐隐间，在南宫地族的长老身前，竟出现了一条长达数百米的巨龙，盘踞在身前。看到那巨龙，许多人都是肃然起敬，他们觉得在那巨龙之下，南宫长老便是绝对安全的，因为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撼动那条巨龙。然而就在下一刻，那条巨龙却是身体一颤，随后周遭的空间都是崩碎开来。怎么可能？明明同是4平5地，雪发的战力怎会如此之强？虽然凭借地龙印挡下了雪发的攻击，可南宫长老以及其他3位太上长老皆是眉头紧皱起来。刚刚若不是南宫长老用了地龙印这件地兵，恐怕还真是挡不下雪发仙人的那一击。可是雪发仙人明明与他们4个一样，同是4平5地啊，原来是地龙印。雪发仙人淡淡的笑道：“地龙印，那便是地龙印，4族的传承至宝，难怪有如此威势。”听得此话，人们都将目光投向了南宫长老手中的地龙印之上。素闻地兵强悍，可是真正见过的又有多少？毕竟地兵宛如传说一般，乃是神话之物。地龙印倒是与冷月所用的天境道光印有些相像，只是却也有着很大不同。这便是地兵，真正的地兵，果然不同凡响。此刻楚风也是颇为惊讶，天境武技再强，终究是武技，可是地兵乃是实物，那种威压当真是无与伦比。不过地兵可不止你们有。然而就在此刻，雪发仙人袖袍一甩，一道白光便爆射而出，那雾一出，不禁天地一颤，就连地龙印的威压也是受到了压迫。此刻一股丝毫不弱于地龙印的威压已是散发开来。地兵又是一件地兵，可是仔细一看，人们却是倍感吃惊，那件地兵竟然是一只簪子。没错，就是给女儿加盘发用过的簪子。这枚簪子为银色，似是银子打造，虽然雕花刻纹，可从外表来看，与普通的簪子没有任何两样，甚至还不如现在的簪子华丽和好看。可是这只簪子却是一件真正的地兵，那种强大的威压绝对错不了。好浓的远古气息，这是远古时期的地兵。楚风已经看出了这簪子的来路。事实上，当那簪子出现之后，3府派出的老一辈顶尖高手们目光都变得复杂起来，似乎是认识那簪子一般。原来这件远古地兵落到了你的手里，难怪你有这么大的胆量，敢与我4族作对。此刻4族长老显然也都认出了那枚簪子。你们不知道的事情就太多了。雪发仙人不以为然，却也没有告诉他们那簪子为何到了他的手中，俨然一副看不起4族的态度。可4族长老越要说话，却又收了回去。雪发仙人本就强横，并且还有地兵在手，他们真是不想再与雪发交手。哪怕自己族人已经被其斩杀近1000人，但他们仍是有些忌惮。转念一想，南宫长老的眼中闪过一抹狡诈的目光，随后将目光投向了楚风，大喝道：“楚风，你若自杀，我就放了你的前辈，否则立马杀了你的前辈，你自己看着办吧。楚风是我弟子，他的生死也由我来定。”然而还不待楚风说话，雪发仙子便意念一动，一道龙纹结界将楚风紧紧的束缚。他不只是束缚了楚风的肉身，就连武力的流动也被其束缚。他就是要防止楚风自杀。的确，眼下楚风的生死，楚风自己都无法决定，一切掌握在了雪发仙人的手中。雪发，你这样做，我们只能杀掉他们了。南宫长老将磅礴的杀意覆盖了百里玄空以及红墙2人。杀吧，你杀他们关我屁事。雪发仙人不以为然地说道。听得此话，4族长老的嘴角皆是一阵抽动。虽然如此，可他们却也没有杀掉百里玄空与红墙。其实他们很清楚，百里玄空与红墙是他们唯一能牵制楚风的筹码，在楚风死之前绝对不能杀。看样子你们不过是一群怂货，族人被杀也不打算报仇，真是无趣。既然如此，那本仙便走了。雪发仙人说出这番话后便要离开。雪发，你真是欺人太甚。而此刻强制压下怒火的南宫长老终于爆发了，不仅他爆发了，西门长老也是爆发了。西门长老与南宫长老联手，各自拿出地龙印，便向雪发仙人攻了过去。因为雪发仙人的那番话简直就是在当众羞辱他们，他们若是还忍下去的话，4族威名今日将要荡然无存，这样倒是有点意思。然而哪怕2位长老联合出手，可是雪发仙人却是丝毫不惧，其双手摆动，两袖相锋，而那一件地兵簪子也是忽然变大，划破长空，宛如利剑一般，与2个地龙印交战在了一处。刹那间
轰鸣响彻不断，地威更是汹涌不凡，道道狂暴的涟漪，宛如无形的千军万马，斩向四面八方。顷刻之间，又有许多四族之人死去。莫说四族之人，就连许多围观者也受牵连，死的死，伤的伤。挡住地威，见状，四大地族族长也是纷纷出手。虽然无法参与长老们与雪发的战斗，但他们却不能袖手旁观，必须尽量挡住那地威，避免族人伤亡。可是那地威实在太强横，哪怕他们贵为三品武帝，却也无法尽数挡下。只要距离那地威一定的范围之内，武帝之下者就算不死，也是重伤。而见那地威如此恐怖，许多人都是赶忙躲得远远的，不想再被牵连。就连四族之人，修为低下者也是赶紧离开，因为此刻只是那凶残的地威，便已取走了数万人的性命。东方、北唐，人家已经如此不将我四族放在眼中，你们难道还不出手？是要将我四族威名置之一旁而不顾吗？西门族长歇斯底里的大喊起来。他这么说，倒并非是他爱族心切，实在是他与南宫族长联手，也难以胜过雪发仙人，反而被雪发压制。他们必须求助，否则今日将吃大亏。这个听得西门长老的话后，东方长老眉头紧皱，脸色很不自然。他仍然不愿出手，他是不想与雪发仙人为敌，毕竟哪怕他们合力，也未必能够杀掉雪发仙人。可若是不杀掉雪发仙人，那雪发仙人必然记仇。以雪发仙人的实力，再加上他独来独往的性格，若是记了仇，那日后他东方地族之人哪里还敢在五之圣土行走？莫说是族人，就算是他手持地龙印，单独遇到雪发仙人，怕也是凶多吉少啊。因为雪发仙人实在是太凶残了，否则怎么可能在同样的修为之下压制两位手持地龙印的太上长老？要知道地龙印越多，实力可就越强。东方不能再袖手旁观了，否则我四大地族的名声今日怕是要葬送在这雪发仙人的手中。就算我四族不灭，以后在五之圣土也无法抬起头了。但我们若是联手，凭借地龙印以及众族人的力量，也许可以将雪发仙人斩杀。那样一来，不仅除去大敌，我四族威名也将更盛。北唐族长此话说完后，袖袍甩动，又是一道地龙印浮现而出。地龙印一出，便化作一条巨龙，这巨龙长达数百米，横空而过，宛如金色的祥云，甚是耀眼，且威势逼人。看来只能放手一搏了。紧随其后，东方长老也是出手，又是一声龙吼，又是一道地龙印出手了。四族的四位太上长老各自手持一道地龙印，向雪发仙人围攻而去。然而就在北唐长老与东方长老联手攻来之际，雪发仙人却是双眼微眯，闪过一抹狡诈之色。随后雪发仙人以那远古地兵开路，身形便化作一道流光，竟自北唐长老与东方长老的中间穿越而过，来到了百里悬空以及红墙的近前。糟了，他是要救人！见此一幕，那守在百里悬空近前的侍卫们便想阻挡，滚！然而他们还来不及动身，雪发仙人只是意念一动，一层威压席卷开来，那些侍卫便如断线的风筝一般，被轰击的向远处飞掠而去。落地之际，已是血肉模糊，无一生还。楚风，我这位师尊待你还不错吧？此刻雪发仙人已将百里悬空以及红墙全部塞入了那守护楚风的结界之中，让他们三人得以团聚。多谢前辈。楚风此刻已经可以说话了，但是他却没有叫师尊，并不是他不想拜雪发仙人为师，只是不敢。这个女魔头实在太多变了，当日他拿自己做实验的一幕还历历在目，所以哪怕今日他冒死来救自己，楚风也不敢信这魔女。你这小鬼，莫非还记恨着当日之事？雪发仙人看透了楚风的心思，但却并没有生气，反而动人一笑。雪发，今日非杀你不可。而就在此刻，那四位太上长老不仅已经追来，更是自四面八方将雪发仙人团团包围，并且双眼血红，杀机更浓。要知道，刚刚雪发仙人杀死的那可是四大地族精锐中的精锐，莫说许多人有机会成为武帝，刚刚死掉的就有2名西门地族的一品武帝啊！所以此刻西门长老当真是对雪发仙人恨之入骨，恨不得吃他的肉和他的血。可哪怕这样，也难解他心头之恨。听说地龙印唯有4个凑在一起，威力才能真正的释放。刚好让我见识一下你们这地龙印的威力。不是我的地龙印。话到此处，雪发仙人的嘴角掀起一抹贪婪的笑容，竟敢窥视地龙印，实在罪无可恕。此刻就连东方长老也是暴怒无比，地龙印乃祖传至宝，是4大地族的根基，雪发仙人竟动此心思，他觉得不可饶恕，必须除掉才行。杀掉这魔女，为五之圣土除害。4位长老联合出手了，布阵，祝太上长老大人除掉这魔女。与此同时，4族的族长也是高喊一声遵命。在此之后，遵命2字一同响起，那声势之强，宛如要冲破云霄，进入天外一般。在此之后，4族在场的所有人额头之上皆是地字闪耀。随后4族精锐掌心一翻，皆出现一个小巧的金牌。随后众人将那金牌扣在自己的额头上地字之上，另一只手指向4位太上长老。刹那间，数万条金色的小龙虚影拔空而起，不断掠入4位太上长老的体内。而此刻4位太上长老额头上的地字不仅越来越闪耀，那手中的地龙印更是威力增强。4条金龙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逼真，栩栩如生，鳞片飘动，就宛如4条真龙在天际舞动。在那4条金龙的压制之下，雪发仙人那催动的远古地兵威压也是越来越小，甚至绽放的光芒也是变得微弱起来。雪发，你不知好歹，敢以一己之力对抗我4大地族，今日你死不足惜。眼见着雪发仙人被自己压制，4族长老嘴角终于扬一起得意的弧度。谁说雪发是一个人的？然而就在这时，
忽然一道笑声响起，随后一把长达100米的金枪直接刺入了雪发仙人的战圈，并且开始与雪发仙人斗那4条金龙。竟然是你，罗盘！怎么会是你？此刻4族长老也是吃了一惊，因为那金枪之内有着一人，此人不是别人，乃是罗盘仙人。罗盘仙人，他竟然也来了！人们虽然看不到罗盘仙人的身影，可却也听到了他的名字。无耻的臭和尚，你来做什么？事实上，就连雪发也是一脸的不解，甚至他看向罗盘仙人，也是一脸的敌意。雪发，允许你来收徒弟，就不许我来吗？罗盘笑眯眯地说道。收徒弟！听得此话，许多人都是一脸的茫然。该死的臭和尚，你是要与本仙抢楚风？倒是雪发仙人最先恍然大悟，正是。罗盘仙人笑着点了点头。什么？罗盘仙人与雪发仙人一同出现，竟是为了抢楚风做他们的弟子？听到这里，许多人都是惊讶的张大了嘴巴，尤其是那些小辈们，一个个的更是对楚风羡慕的不得了。雪发仙人与罗盘仙人何等身份，多少人想做他们的弟子，也只能想一想。可是现如今，这2位从来不愿收弟子的人，竟然要争抢楚风这弟子，这是何等的荣耀啊！但与此同时，也有人明白了，倒不是这2位不想收弟子，只是他们眼光高，一直未曾找到中意的弟子。但是楚风绝对是合格了，否则他们怎么会不惜与4族为敌，也要收楚风做弟子？楚风，你说你是做我弟子，还是做这臭和尚的弟子？雪发仙人质问起来。楚风，雪发虽有仙人名号，可实际上是个女魔头，你做他弟子，早晚会被他折磨死。还不待楚风回答，罗盘仙人便抢着说道：混账和尚，你偷了我东西，还想抢我弟子，现在竟要反咬一口，胆敢污蔑于我！雪发仙人气得脸色煞白，眼中更是恨意滔天。可哪怕如此，他却也没有对罗盘仙人出手，同样的，罗盘仙人也没有对雪发仙人出手。2人非常清楚，不管他们2人有着怎样的恩怨，此刻为了楚风，他们也必须联手。眼下他们的敌人只有4大地族。雪发，别吵了，咱们首要任务是要救楚风出去，你有什么好办法吗？罗盘仙人暗中传音道。这还不好办，我拖住这4个老东西，你寻找机会带楚风他们出去，但你给我记住，楚风是本仙弟子。雪发仙人回道。这倒是个好主意，只是那地龙印的力量越来越强，你行吗？罗盘仙人问道。你放心，本仙一定会安然离开，然后去宰了你这个臭和尚，夺回本仙的弟子。雪发仙人话到此处，雪发再度狂舞，而那已经暗淡的远古地兵竟然银芒大盛，一时之间竟盖过了4条金龙的金芒。而借此机会，罗盘仙人脚步连踏，每一步都是异常玄妙，凭借着这玄妙的身法以及雪发仙人的掩护，成功的将楚风等人转移到了自己的身上，并且直接突破4位长老的包围，向远处飞掠而去。糟了，那罗盘带着楚风逃了。4大长老发现了这一情况，转身便要去追。4个臭不要脸的，你们谁都走不了。可是雪发仙人怎会让他们去追？那远古地兵威力大盛，4位长老一个都走不掉。罗盘仙人势如破竹，无人可挡。虽然他没有像雪发仙人那般大开杀戒，可当他伤了几千人之后，却也没人敢再上前拦他。猛然一声巨响传来，罗盘仙人已是破开了4大地族布置的无形结界。该死的雪发，我要将你碎尸万段！眼见着罗盘仙人要带着楚风逃走，4大长老气急败坏之下，全力向雪发仙人攻击，要将雪发仙人铲除。4位不用着急，这罗盘逃不走，楚风更逃不走，今日他们谁都别想走。然而就在此刻，自罗盘仙人的正面，2道流光飞速掠来，那是2位白发苍苍的年迈老者。这2名老者虽然年迈，可气息却极为强横，乃是2名4品武帝。这2位老者靠近罗盘仙人后，二话不说，取出半成地兵，便向罗盘仙人发动攻击，且招招致命。是我南宫地族的太上长老与西门地族的太上长老。此刻南宫北斗已是认出了这2位老者。你们怎么来了？不是负责镇守族内吗？此刻4位正在交战的太上长老也颇感吃惊，但更多的却是喜悦。若不是这2位太上长老来支援，楚风还真就被罗盘仙人给带走了。我们放心不下，便来看看。果不其然，我们是来对了。这2位太上长老虽然刚来不久，可以是人精的他们已经猜出了现在的情况，知道罗盘与他们为敌，他们自然要开杀戒。哈哈，好，早就想会一会南宫地族与西门地族的太上长老了，今日我能以1敌2，也算是一场幸事。罗盘仙人哈哈大笑，大开大合，光芒四射。虽然以1敌2，却也并未落入下风。这样耗下去不是办法，搞不好4族还有援军来此，楚风就交给你们2个了。就算死也要保住楚风，明白吗？虽然罗盘仙人表面气势逼人，但是暗中却要百里悬空以及红墙保护楚风离开。明白？百里悬空与红墙一同应道：去吧。而后罗盘仙人直接将楚风3人射了出去，与此同时解开了雪发仙人的结界，恢复了楚风等人的自由。哪里逃？可是4族族长以及诸多武帝级的强者，就像防着罗盘仙人用这招一样，早就追赶而来，并且此刻4族族长以及诸多武帝强者一道道致命的攻击，对准的既不是百里悬空，也不是红墙，皆是楚风。来来来，有本事冲我来！欺负一个小辈也不怕如尔等的名声。百里悬空手握朱砂笔，不仅将众人的攻击尽数挡下，与此同时，他身形调转，反掠而去，竟凭借一己之力压制了4位族长以及5名2品武帝。红墙，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都要带着楚风走。百里悬空对红墙说道。楚风，走！红墙也不敢怠慢，带着楚风便要离开。楚风，你今日必死无疑。然而红墙带着楚风还没有跑出多远，在大阵之外又有7名武帝飞掠而来，他们皆是4族之人，虽然只是1品武帝，但却是7名真正的武帝。可恶！
磅礴的威压笼罩而下，楚风与洪强瞬息便被封锁，紧随其后7名一品武帝自四面八方天上地下将楚风与洪强团团包围。敢动楚风，我必将他碎尸万段！百里悬空大喝一声，便想转身来救楚风与洪强。你还是顾好自己吧。可是四大族长却冷笑一声，联合5名2品半帝将百里悬空团团包围，根本不给他去救楚风的机会。原来如此，他们这是早有埋伏，是故意的。楚风眉头紧锁，已经看出4位族长是故意自后面追赶，让百里悬空去拦他们。实际上，他们是想牵制住百里悬空，不让百里悬空贴身保护楚风，因为在外面他们早就留了人，只要没了百里悬空的庇护，这7名一品武帝便足以对付楚风与洪强。真是卑鄙！百里悬空也是明白过来，可是奈何此刻的他已被4位族长以及5位2品武帝死死的牵制住，根本没机会去救楚风，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足足7位一品武帝围攻楚风与洪强。这下楚风死定了。那个叫洪强的虽然贵为武帝，可也只是名一品武帝，而凡是武帝者，哪一个不是拥有逆战3品的战力？这洪强绝对无法以1敌7。众人议论纷纷。事实上，洪强的确无法以1敌7，他最多只能以1敌2而已。毕竟对方可是4大帝族的武帝，全部都拥有地级血脉以及逆战3品的战力，几乎没有一个弱于他。洪强前辈，你不用管我，顾好自己便可。区区一品武帝还无法杀我。此刻，楚风身上雷霆闪烁，气息已经从7品半帝提升到了9品半帝。虽然他被武帝包围，可是气势上却丝毫不弱于武帝，并且楚风的目光也没有丝毫惧怕。他当真是不惧武帝？什么？区区一品武帝，你可真是好大的口气！今日我便让你知道武帝与半帝的差距。见楚风如此狂妄，除了被洪强牵制的2名武帝外，剩下的5名武帝全部攻向了楚风。怎么？你的意思是一品武帝很了不起吗？那你们倒是来杀我看看啊！楚风意念一动，水火交加之下，水仙奥义术与火仙奥义术便如守护神一般站在了楚风的两旁，并且他们的气息皆是一品武帝。快看，那是什么东西？竟能武帝一战？那是秘技水仙奥义术，那水是水仙奥义术，那火起步就是火仙奥义术，怎么会这样？楚风不是只得到了水仙奥义术，怎么火仙奥义术也在他身上？那不是失传已久的秘技吗？眼见着水仙奥义术与火仙奥义术自正面抵挡住了那5名一品武帝对楚风的攻击，众人惊讶万分。此刻，就连3府的长老们一个个也是眯起了双眼。水仙奥义术与火仙奥义术皆在楚风身上，这实在是有些非同小可。旁人不知道，但是他们可是清楚，5行秘技很难同时被一个人掌握，一个秘技也就罢了，若是2个秘技落入一人肢体，便会产生巨大的压力，那压力之强，寻常人根本无法承受。而现在来看，楚风显然是承受住了水仙奥义术与火仙奥义术2种秘技的力量，否则不可能运用自如。然而很快的，水仙奥义术与火仙奥义术便爆炸开来，尽管很快肉身再度重聚，但是马上又被轰散。不行啊，秘技再厉害，终究是秘技，根本挡不住真正的武帝啊！人们惊呼不断。尽管水仙奥义术与火仙奥义术皆是武帝的气息，可却根本挡不住那5位的攻击。楚风，你真以为凭借秘技就能救你一命？现在你知道我等的实力了吗？武帝可不是你能轻视的。此刻，其中3名一品武帝已是突破了水仙奥义术与火仙奥义术的防线，向楚风攻来。这3名一品武帝皆有半品帝兵在手，威势相当之强。这种情况，楚风也不敢怠慢，一边退去，一边亮出了天仙剑，以来对敌。天仙剑，这便是西门飞雪那被夺走的天仙剑，竟然已经认主于楚风。看到天仙剑，人海之中一片骚乱，把天仙剑交出来。而看到天仙剑，那追杀楚风3人中的一位更是怒意滔天，原来他是西门地族之人。楚风冷哼一声，施展天仙剑法，便反掠而去，金芒四射，武力交加，5人已是战成一团。可是尽管楚风逆战4品战力，在9品半帝的修为下，已是可以与一品武帝一战，可是以1敌3大战3名一品武帝，仍是极为吃力。武帝就是武帝，看来是我低估了武帝的力量。楚风眉头微皱，经过与冷月的一战，他以为自己已经可以斩杀一品武帝了，现在来看，倒是他想多了。冷月再强，终究是半帝，但是眼前的却是真正的武帝。就算楚风与冷月的战力可以与一品武帝抗衡，但却很难胜过一品武帝。至于哪里不对，他也说不清楚。总之，真正武帝的力量就是要比他强，就好像有一条无法逾越的线，分割了半帝与武帝。只要楚风还是半帝，哪怕他的战力已经接近武帝，甚至超越武帝，却也无法越过那条线，无法战胜武帝。说到底，半帝还是不如武帝。楚风好厉害，竟能以半帝的修为与3名武帝大战，那又如何？还不是被3名武帝压制了？那可不一样，换做寻常的半帝巅峰去和3名武帝打，根本连一个回合都支撑不住。但楚风却凭借半帝巅峰的修为与3名一品武帝抗衡，这换作是你可以吗？我这个，尽管楚风处于下风，但他的实力却得到了人们的认可。毕竟以半帝的修为对抗武帝者，自古以来那都是传说一般的事迹。但是眼下，这宛如传说一般的事情，就这样活生生的发生在了人们面前，这叫人们怎能不惊？楚风此等实力，若是与张天翼一战，怕是张天翼也不是他的对手啊。不过可惜，这样下去，楚风会撑不住的。他区区半帝，丹田内聚集的武力再强，又怎么强得过武帝？此刻，一些老一辈的强者再度惋惜的摇头叹息，他们不希望楚风这样的人才就这样死去，可是他们却也不敢与4族作对，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一切的发生。此刻，在那堡垒之内，张天翼跪在张明的身前，苦苦哀求道：“父亲，求您了，
救救楚风！儿子，给你叩头了！话到此处，张天翼便用头猛地撞击地面，因那地面乃特殊材质打造。张天翼如此用力，几番下来，头破血流。天翼，不是你父亲我无情，我又何尝不想救楚风？只是我张家为何被灭门，你应该也清楚。我想让你重登帝王之位，虽然不能向任何人低头，但却也不能随意树敌。楚风此子注定不凡，只要他不凡，便有人要对付他。今日我若出手，只是与四族为敌，可是日后三府和远古精灵也要动他呢。难道我们还要与三府和远古精灵为敌？张明说道。好，儿子不劳烦父亲出手，但我绝对不能对兄弟见死不救，就算死也要一起死。张天翼猛然起身，便要出去。然而张天翼刚刚起身，便宛如石化了一般，动弹不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他是被其父亲束缚住了。天翼，就算你现在恨我，可总有一日你会明白，为父我的一番苦心。张明话到此处，闭上了眼睛。他已下定决心，今日要袖手旁观。而此刻，那三位一品武帝的攻势已是越来越凶猛，甚至开始动用地级血脉施展的劲武技，疯狂地向楚风轰杀而去，招招想置楚风于死地。可哪怕如此，他们想杀楚风也是非常之难。这种情况下，西门地族的那位武帝竟丢出一道符纸，那符纸丢出便化作猛兽，异常凶猛。这乃是攻杀至宝，虽然只可使用一次，但却威力无穷。好歹也是武帝，竟然这般恬不知耻，自己不行还要用至宝。楚风躲过了那符纸所化的猛兽，眼中闪过了一抹看不起。你有手段你也可以用，只是怕你没有。西门地族的武帝讽刺道。听得此话，楚风轻哼一声。忽然楚风掌心一翻，一把湛蓝色的掌弓便出现在了手中。那掌弓一出，一股肉眼可见的蓝色威压便横扫开来，不仅盖过了那5位手中的半成地兵，就连那3位一品武帝也是被纷纷震退。又是一件半成地兵，这楚风究竟多少半成地兵？望着楚风手中那湛蓝色的掌弓，人们倍感吃惊。毕竟人们已是知道，楚风曾经在南宫地族皇子的手中夺走过青红剑与紫红剑2件半成地兵，而后又在拜月云城征服了大名鼎鼎的魔剑邪神剑。先前使用的乃是西门飞雪的天仙剑，如今竟又拿出一把半成地兵，并且品质如此之高，着实是令人妒忌啊！毕竟半成地兵如此珍贵，哪怕4族在场的武帝强者，也不是个个都持有。然而楚风一个半帝，却独自拥有这么多剑。然而就在人们羡慕不已之时，右手自乾坤袋划过，一根金色的剑矢也是握在了手中。剑矢在手，楚风立马剑上弦，猛拉弓，随后大喝一声：“一品武帝死！”此剑一出，天地一动，一道胜过惊雷的声音忽然自弓弦处炸响。与此同时，只见一道金光掠过，距离楚风最近的那名一品武帝便被金剑破体。金剑破体，那位一品武帝便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惨痛无比的叫声。紧随其后，那位武帝的身上便爆射出一道道金色的光束，光束越来越多。那位武帝不仅面目全非，并且很快就爆体而亡。而那位正是之前与楚风叫嚣的西门地族的武帝，怎么回事？见此一幕，莫说旁人，就连那另外2位追杀楚风的武帝也都愣在了那里。一时之间，人们都不清楚究竟是发生了什么，怎么那堂堂一品武帝就这样死了？一品武帝死！就在这时，楚风又是高喝一声，与此同时，又是一道金箭射出。紧接着，那愣在那里的2位武帝之中，便又有一位被金箭破体，开始惨叫起来。而伴随着那道道金色光束不断自其体内绽放，很快的那位武帝强者便如先前那位一样爆体而亡。是那金箭，楚风是用那金箭杀了武帝。终于有人反应过来，那2位武帝临死之前都被那金箭破体，可不就是被那金箭所伤吗？只是这金箭究竟是何至宝，竟然连一品武帝也是斩杀的如此痛快，这等威力，就算是2品武帝也未必受得了吧。而就在众人惊叹连连之际，楚风又拔出一根金色剑矢，眼见着楚风已将那金剑上弦，那位距离楚风最近的一品武帝顿时神经一紧，吓得脸色发青。看着对方那铁青的脸色，楚风则是微微一笑，随后忽然对准那正与红墙交战的2名武帝之一，大喝一声：“一品武帝死！”剑随心动，那金剑一出，便立刻向那位楚风想杀的武帝飞掠而去。该死！然而那金剑刚刚射出，那位武帝竟然身形一转，引入虚空。原来他虽一直与红墙交战，可却也关注着楚风这边发生的事，知道那金剑厉害的他，此刻选择了逃遁。可是只见那金剑自虚空划过，一道鲜血凭空而现，紧随其后，那位引入虚空的武帝也是再度浮现。只是此刻浮现之际，他的身上已经尽是金色光束，随后便爆体而亡。一品武帝死！然而就在那位刚死之后，又是一道金色箭矢爆射而来，将那与红墙交战的另外一位武帝当场斩杀。不好，楚风那金剑果然可杀武帝。此刻那最开始追杀楚风的3人之一掉头就跑，眼睁睁看着楚风射杀了4名一品武帝，他知道自己也绝对无法幸免，必须尽快逃脱才行。而眼睁睁地看着堂堂一品武帝被楚风吓得屁滚尿流，落荒而逃，人们不知如何形容此刻的心情是好逃得掉吗？楚风冷然一笑，又是取出一根金色箭矢，大喝出那位的修为之后，松手又是一剑笔直的划空而过。尽管那位逃得很快，可那金色箭矢只要离弦，便如同索命的追命符一般，那位最终仍然没有逃脱被金剑破体，随后爆体而亡的命运。该死，这混账简直不是人！那与水仙奥义术、火仙奥义术缠斗的2位武帝也是掉头便跑，不仅使用了极快的身法武技，还拿出逃脱至宝隐藏自己的行踪。然而楚风连续射出2箭，只听2道惨叫传来，
那2位已是命丧黄泉，死于金剑之下。此刻，众人目瞪口呆，许多人已是惊讶的说不出话来。足足7名一品武帝，眨眼间竟全部被楚风射杀，真是让人想不吃惊动胆。这楚风怎么会如此凶残？这还是小辈吗？这还是半帝吗？这还是人吗？楚风，你究竟还有多少手段？是我不知晓的。天道府众位长老的身旁，冷月站在那里，只是此刻他的眼中充满了后怕。他还记得当日与楚风交手之时，楚风曾说过他有至宝，可轻易取走冷月性命，只是不屑于使用。当时冷月还冷嘲热讽，根本不信楚风会有那样的宝物。而今日一见，他才发现自己是如此的无知可笑。楚风不是没有那样的宝物，他有，因为今日他便用那宝物射杀了足足7位一品武帝，只是当日楚风与他交手，不屑于使用罢了。否则他冷月不能安然的站在这里，早就丧命于那金剑之下。楚风，想不到你竟有此等厉害的东西，老夫今日倒是被你救了一命。红强来到了楚风近前，笑得合不拢嘴。楚风真的是给了他一个惊喜。此刻红强的身上有着几处触目惊心的伤痕，有火伤，有刀伤，火上烧黑肌肤，刀伤开皮入骨。由此可见，虽然红强牵制住了2名一品武帝，可实际上他也只是勉强牵制，实际上根本无法以1敌2，否则不会在如此短时间内便身受多伤。若是继续缠斗下去，他怕是不死也是要身受重创的。所以他说的没错，的确是楚风救了他。这金剑的威力我早就知晓，只是比我预想的还要厉害，不知道能否替我老祖解围。楚风说话间，又取出一根金色剑矢，搭弦拉弓，对准了那正在与百里悬空缠斗的4位族长以及5名2品武帝。楚风不逃，反而将剑对准了4位族长。难道他要射杀4族族长吗？那可是4位3品武帝啊！见此一幕，人们又是一惊，2品武帝死。而此刻楚风暴喝一声，随后便松开了手中的金剑，金剑划空而过，似是一条笔直的金龙，携带着足以洞穿一切之势，对准那其中1位2品武帝便射了过去。没错，楚风没想过斩杀4位族长，好说歹说人家也是3品武帝，金剑再强也不可能斩杀他们，这点自知之明楚风还是有的。所以就算做实验，楚风也只能拿2品武帝来做实验。眼见着金剑来袭，那位2品武帝也是吓得不轻，他知道此剑避无可避，聪明的他一边借助半成帝兵的力量，一边施展的劲武技来阻挡那金剑。金剑与那武技相撞，便化作一道耀眼的金光四射开来。而当那金光消散之际，那位2品武帝浑身上下鲜血淋漓，尽数触目惊心的伤痕。可是说到底，那只是皮外伤，他活了下来，那金剑只能伤他，却无法杀他。没死，那金剑被挡下来了。众人惊叹，果然还是只能杀1品武帝吗？楚风也发觉，金剑虽强，可是除非趁人不备暗中偷袭，否则根本无法从正面击杀2品武帝，只能击杀1品武帝。白眉，你还等什么？2品武帝他杀不了，你还不快动手！南宫族长大喝一声，惭愧，楚风小友，我们又见面了。而南宫族长此话落下之际，一道身影便自地底之中爆射而出，向楚风与红强飞掠而来。此人不是别人，正是白眉仙人。与此同时，自那与百里悬空缠斗的战圈中，又有2名2品武帝飞掠而来，其中就有先前被楚风射伤的那位2品武帝。此人杀意滔天，他来此处虽然是奉命斩杀楚风，可楚风清楚，他更多的乃是来报仇，报楚风的一剑之仇。2品武帝，楚风拔出金剑，对着下方那距离他最近的白眉仙人便是一剑。白眉仙人一阵大笑，随后足足数道结界防御罩不断在其身前浮现，而那皆是龙纹级的结界防御。那金剑虽然将所有防御罩尽数洞穿，可是靠近白眉仙人之际，已是力量全无，被白眉仙人一手抓在了手中。好剑，不过可惜无法伤我。握住手中的金剑，眼睁睁看着那金剑失去力量，化作金光消失于手中。白眉仙人的嘴角尽是得意。楚风，我知道你天赋异禀，也知道你天资卓越，老实说，现在要我杀你，还真是有些舍不得。不过可惜，我今日必须……白眉仙人话还没有说完，忽然瞳孔一缩，他惊愕地发现楚风竟自乾坤袋内取出一根紫火箭矢，并且已经箭在弦上对准了自己。最重要的是，身为龙纹级黄袍界灵师的他，能够深刻地感受到那紫火箭矢所蕴含的力量，远在那金色箭矢之上。白眉仙人，永别了！楚风微微一笑，随后高喝一声：“2品武帝死！”又是一声巨响，只是这声巨响比先前金剑还要刺耳。而在那巨响之下，紫火箭矢化作一道笔直的火光，掠向了白眉仙人。不好！白眉仙人暗叫一声不好，转身便要逃跑。可是可惜，那紫火箭矢就是一道索命之箭，速度远在白眉仙人之上。此刻，白眉仙人只得一边逃跑，一边布置结界来阻挡那紫火箭矢。可是他的结界在那紫火箭矢面前宛如无物一般，不但被轻易洞穿，更是无法阻挡紫火箭矢的速度。最终，那紫火箭矢还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洞穿了白眉仙人的身体。下一刻，白眉仙人发出凄厉的惨叫，身体开始燃烧起炙热的紫色火焰，的确是紫色火焰，并且那紫色火焰很是诡异，张牙舞爪，宛如无数只厉鬼之手在一片一片的撕裂白眉仙人的肉身。这种情况之下，白眉仙人很快便灰飞烟灭，死于那紫火箭矢之下。师尊！人群之中传来一声痛彻心扉以及不可思议的呼喊，那是白眉仙人弟子孟小妍的呼喊。而这个呼喊也是在告诉人们，刚刚死去的不仅仅是一位2品武帝，还是一位仙人，是5支圣土仅有的10位龙纹级黄袍界灵师中的一位。该死！此刻，那已经靠近楚风的2位2品武帝顿时脸色煞白，
立刻止步，因为在斩杀白眉仙人之后，楚风又同时取出2根紫火箭矢，已经对准了他2人。2平5地，死！楚风没有给予那2位逃脱的机会，双剑齐发，那2位便如同白眉仙人一样，被汹涌的紫火烧成飞灰，死在了箭矢之下。天哪，这不是做梦吧？那楚风也未免太恐怖了一些，眨眼间竟又斩杀3名2平5地，此等实力，谁能阻他？许多老一辈的都是惊叹连连，那些小一辈们的就更是望尘莫及了。这还是小辈吗？小辈之中，谁能这样轻而易举地斩杀5帝？这简直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举动，自古以来无人可以做到。众人当真是惊叹不已。眼下楚风虽然一口气斩杀了7名1平5帝，3名2平5帝，可楚风眼中却有些失落。他一口气使用了9根金剑，3根紫火箭矢，当日所得的箭矢之中，如今就只剩下了1根金剑。这些箭矢太珍贵了，如果他不用，而是在今日之后拿出去变卖，那绝对是价值不菲。但是可惜今日的情况，他不得不用，否则性命难保。但那箭矢太过珍贵，楚风仍是有些感觉不舍。不过看了看手中的10个乾坤袋，楚风则是笑了。虽然耗费了9根金剑，3根紫火箭矢，可是从白眉仙人等人身上得到了许多至宝。此刻这10个乾坤袋中，别的不说，单是半成地兵就有7件，其他各方面的至宝更是数不胜数。尤其是白眉仙人，他的乾坤袋内当真是琳琅满目，可谓应有尽有。尤其是戒灵师所需要的物品，那就更多了。唯一遗憾的是，这里的宝物虽多，却没有一个修炼珍品。但这些宝物价值不菲，楚风日后拿去变卖，也定能够换到许多可以供楚风修炼的天地奇物。所以楚风仍是很高兴的。红墙前辈，这把双刀很不错，适合您，您收下吧。楚风将先前一位2平5地使用的半成地兵递给了红墙，这毕竟是2平5地使用的，所以在品质上也算是楚风得到的7把半成地兵中比较不错的一把。虽远不及楚风的天仙剑，可却是与楚风的紫红剑和青红剑一个级别的。这个红墙本想推辞，您就别推辞了，我有这么多半成地兵，您不要，我也是卖掉。楚风说道。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红墙将那半成地兵接了过去，虽然他如今已是贵为5帝，可还真是没有半成地兵，毕竟半成地兵那般珍贵，也就是4大地族，否则谁能拥有这么多半成地兵？据他所知，哪怕是9世之中藏有半成地兵最多的铸剑山庄，拥有的半成地兵也只有3件。至于9世之中的其他势力，能有2件半成地兵也就不错，甚至有的只有1件半成地兵，并且都掌握在会长级别的人物手中，被视为镇宗之宝，代代传承。而如今他自己竟独占1把半成地兵，并且品质如此之好，他怎能不喜？尤其是这半成地兵的主人已死，红墙可以轻易的征服他，为自己所用。今日他可真是赚到了。可恶，竟然拿我族的半成地兵做人情，还说要卖掉。眼见着楚风将那么多宝物拿到手中，并且还当面送人，4族之人一个个咬牙切齿，眼红不已。那些半成地兵可是他4大地族积攒了多少个岁月，踏入多少遗迹，死了多少高手才得到的。今日楚风竟然全部掳走，他们很不甘心。事实上，此刻4大地族的千军万马已经在远处将楚风和红墙团团包围，可是他们却也只敢在远处包围，并且没有人敢去攻击楚风与红墙。眼下他4大地族的5帝级强者几乎全部被牵制住了，而2平5地以下者死的死，伤的伤，就算还有活着的也不敢靠近楚风，毕竟楚风连2平5地都能杀，1平5地者谁还敢去与楚风斗？那不是送死吗？若是当日我再深入一下那大殿便好了，也许能够得到斩杀3平5地的宝贝，那样就能救老祖脱困了。楚风将宝贝收好后，并没有离开，而是看向了那正在苦战的百里悬空。他很后悔当日在远古遗迹没有继续深入那龙鳞开启的大殿，虽然继续深入很危险，可能会死在那麒麟手中，但也只是可能，还是有一丝机会制服那麒麟的。毕竟在那大殿内靠的是天赋，总比现在眼睁睁地看着雪发仙人、罗盘仙人、百里悬空为了帮他脱困而这样与人拼斗，自己却无能无力要好。红墙，你还发什么呆？还不快带楚风走！百里悬空见楚风与红墙还没有逃离，愤怒地大喊起来：楚风，我们走吧！他们的争斗我们插不上手，并且他们都是为了你，你若现在便走，他们也许都能脱困，可你继续留在这里，只会让他们损耗元气，也许会害了他们。红墙话到此处，抓着楚风便要逃离，然而2人刚刚转身，一道金灿灿的结界便自4面8方出现，将2人封锁起来。龙纹结界，看着眼前的结界，楚风眉头紧皱，白眉已经死了，怎么还有龙纹结界？这定是又有龙纹结界师在为4大地族效力。楚风小友，好歹也是旧相识，先别急着走啊！果不其然，那龙纹结界刚刚浮现，一道熟悉的身影也是出现在了结界之外。此人的确也是10仙之一，并且楚风也认识，那便是爱才仙人。这爱才仙人当日在拜月云城就曾阻止百里悬空带楚风逃脱，想不到今日又来阻止，并且看他这个模样，应该也是在此处守候多时，一直在埋伏着楚风，就是在等着这个时候。爱才仙人，你可真是够卑鄙的！你记住了，你多次与我为敌，我楚风日后绝对让你不得好死！楚风眼中寒芒毕露，他真是恨透了这个爱才仙人。楚风小友所言极是，我这样的人的确该死，可那也要看你有没有杀我的机会。爱才仙人嘿嘿一笑，随后看向了远处的4位太上长老，说道：4位长老大人，楚风的小命如今在我手中，你们说我是杀还是不杀呀？杀！爱才仙人，劳烦你杀了他，只要你杀了他，我4大地族定会重金感谢。4大长老几乎齐声说道：爱才，你敢动我徒儿，我要你生不如死！
雪发仙人愤怒地说道：“雪发仙人，您的性子我还是知道的。今日就算我放过楚风，你也定然不会饶过我。而我既然出来，便是不怕你。”爱才仙人得意的一笑，随后说道：“4位长老大人，我不用你们重金感谢我，我只要你们答应我一条，楚风身上的所有宝物都归我所有，你们再不追究，可好？”听得此话，4族之人皆是气得不轻。这爱才仙人又来趁机打劫。狮子大开口了，虽然这次他没有主动要什么，可是楚风身上的宝贝可是数不胜数啊！不说楚风自己身上的，单是他4大地族的半成地兵就被楚风夺去了多少？就算那些半成地兵已被楚风夺取，可实际上还是属于他4大地族的。而爱才仙人此话明显就是要吞掉那些宝贝。好，爱才动手吧。可哪怕如此，4位太上长老仍未犹豫，而是果断应下。他们非常清楚，相比于楚风的性命，那些至宝根本就算不上什么。好嘞，听得此话，爱才仙人嘴角的笑意更浓，随后将那阴险的目光看向楚风道：“楚风小友，你可别怪本仙心狠，实在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更何况你当日欺我徒儿，你的命我岂能留？”话到此处，爱才仙人的眼中闪过一抹浓浓的恨意。然而话音刚落，爱才仙人大嘴一张，一大口鲜血喷在了那结界之上。见此一幕，莫说旁人，就连楚风与红强也都是一愣。这爱才仙人不是要杀自己吗？怎么自己反倒是吐血了？而就在这时，那爱才仙人的身后忽然出现一道身影。此人身披一件特殊的黑袍，隐藏了身体，隐藏了容貌，可却无法隐藏他的气息。这是一位4品武帝，